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20年7月11號，一位速遞員拎住包裹嚟到咗加州 Cedar Pines Park 嘅一間屋，佢撳咗門鐘，要求收件人 Mark Angelucci 親自出嚟簽收。Mark 嚟到咗門口，準備簽收。速遞員突然對佢開槍，然後就迅速咁逃離現場。可惜喺救護員趕到現場之後，Mark 已經不治身亡。之後警方證實，Mark 係俾人用一支.38口徑嘅手槍射殺。除此之外，現場並冇留低任何有用嘅證據。52歲嘅 Mark 係一位律師，佢好接地氣，一啲都唔重視物質享受。佢為人謙虛、真誠、有趣，在公在私都好受歡迎。佢對自己嘅工作好有熱誠，幾乎將所有嘅時間都奉獻俾工作，所以佢冇結婚，亦都冇小朋友。紀錄片《The Red Pill》嘅製作人 Casey 因為拍攝紀錄片而認識咗 Mark。Mark 係 NCFM 嘅副主席。NCFM 係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結束對男孩、男性、佢哋嘅家庭同埋愛佢哋嘅女性嘅有害歧視同埋刻板印象。佢喺節目中了解到 Mark 嘅理念。雖然佢係 NCFM 嘅領導人，但係佢並唔推崇男性至上，亦都反對歧視女性。佢只係認為大家都應該得到同等嘅待遇。佢經常演講，傳達佢嘅理念，希望呢個社會真係可以實現人人平等嘅觀念。除此之外，Mark 仲好有善心，經常免費幫弱勢社群打官司。就算對家係資本雄厚嘅大財團，佢亦都從來唔退縮。Casey 非常欣賞 Mark 嘅為人舉止，所以喺拍攝結束之後，佢哋仲保持聯絡，慢慢成為咗好朋友。所以當 Casey 得知 Mark 俾人射殺嘅消息之後，亦都覺得好震驚。佢一直都諗唔通，到底邊個會想要將 Mark 置諸死地？唔單止係 Casey，就連警方亦都拗穿咗個頭。Mark 身家清白，冇同其他人結怨，咁兇手嘅動機係乜嘢？警方擔心兇手會再次犯案，所以佢哋唯有尋求公眾嘅協助，希望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線索。不過警方最擔心嘅事都係發生咗。2020年7月19號，喺 Mark Angelucci 被殺嘅8日之後，距離加州4500公里外嘅 New Jersey 亦都發生咗相似嘅案件。Daniel Ender 喺開門簽收包裹嗰陣，被速遞員開槍擊中心口身亡，而佢嘅爸爸 Mark Ender 就中咗3槍。經過搶救之後，Mark 生存咗落嚟。Daniel 係屋企嘅獨生子，佢嘅爸爸 Mark 係前檢控官，而家係一位執業律師，而佢嘅媽媽 Esther 就係聯邦法院嘅法官。Daniel 熱愛運動，喺父母嘅薰陶之下，佢亦都進入咗大學嘅法律系，立志要成為一位律師。佢喺案發之前1個禮拜先啱啱度過咗20歲嘅生日。講到 Daniel 嘅媽媽 Esther， 佢嘅故事非常勵志。Esther 嘅爸爸係墨西哥人，媽媽就係古巴人。佢仲有4個兄弟姊妹。喺佢5歲嗰年，媽媽帶住佢同埋4個兄弟姊妹移民到美國，一家6口只能夠逼喺一間細細嘅公寓入面生活。佢亦都因此而同爸爸失去咗聯絡。雖然生活貧困，但係 Esther 並冇放棄學習嘅機會。佢非常勤力，憑住自己嘅努力，最終考入咗大學嘅法律系，並成功畢業。之後佢一步一步咁為事業奮鬥，最終成為咗美國第一位拉丁裔嘅聯邦法官。喺 Daniel 出世之前， Esther 曾經經歷咗3次嘅流產，所以佢哋非常痛錫 Daniel。即使兩夫妻嘅工作繁忙，佢哋亦都一定會抽時間陪伴 Daniel， 從來都唔會忽略佢。一家3口嘅關係亦都好親密。Daniel and I went downstairs to the basement, and we were chatting as we always do. And Daniel
said, Mom, let's keep talking. I love talking to you, Mom. And it was at that exact moment that the doorbell rang. And Daniel looked at me and said, who is that? And before I could say a word, he sprinted upstairs. Within seconds, I heard the sound of bullets and someone screaming, no! I later learned that this monster who had a FedEx package in his hand opened fire. But Daniel, being Daniel, protected his father. And he took the shooter's first bullet directly to the chest. The monster then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my husband and began to shoot at my husband, one shot after another. We are living every parent's worst nightmare, making preparations to bury our only child, Daniel. My family has experienced a pain that no one should ever have to endure. FBI 接手咗呢單案，考慮到 Mark 同 Esther 嘅職業，喺工作上亦都可能無可避免咁樹立咗唔少敵人，所以兇手嘅目標應該唔係 Daniel， 而係佢嘅父母。只係佢哋而家仲冇辦法確定目標係 Mark 定係 Esther。於是 FBI 開始對所有曾經對 Mark 同埋 Esther 發出過威脅言論嘅人士進行調查。第二日，警方收到咗一通報警電話，有人喺紐約 Catskills Mountains 一條偏僻嘅小路上發現咗一具遺體，死者嘅頭部中槍，瞓咗喺草地度，隔離仲泊咗一架車。警方到達現場之後，證實咗死者就係居住喺紐約嘅72歲律師 Roy， 又係律師，又係中槍，呢三單案到底有冇關係？警方搜查咗現場，佢哋喺 Roy 嘅身邊發現咗一支.38口徑嘅半自動手槍，而 Roy 頭部嘅槍傷睇起嚟好似係自己造成嘅，所以警方認為 Roy 係自殺嘅。之後，警方搜查咗停喺現場嘅嗰架車，發現咗幾個重要嘅線索。佢哋喺車入邊揾到咗一份寫住 Esther 嘅名嘅速遞，同埋一張寫住一個加州地址嘅字條。警方將地址輸入系統，發現呢個地址原來就係喺9日之前發生槍殺案嘅地點，亦即係受害人 Mark Angelucci 嘅屋企。除此之外，警方仲喺架車度揾到咗一份長長嘅名單，名單上都係一啲大法官同埋醫療界人士嘅名。於是警方馬上通知 FBI 接手呢單案。按照目前嘅證據睇嚟， Roy 應該同呢兩單案脫離唔到關係，但係 FBI 仍然需要一個肯定嘅答案。於是佢哋開始調查咗 Roy 嘅行蹤，發現佢喺7月頭嗰陣曾經搭咗火車去到加州。San Bernardino 火車站嘅 CCTV 影到 Roy 喺7月7號出現喺火車站，佢當時戴住口罩，仲悠閒咁拎住一杯咖啡。而呢個火車站距離 Mark Angelucci 嘅屋企只有32公里。FBI 推斷 Roy 喺7月7號到達加州，並喺4日之後揸車去到 Mark 嘅屋企，將佢殺死。當警方收到報警電話開始調查嗰陣， Roy 已經嚟到咗 LA 嘅一個火車站，搭火車嚟到咗 New Jersey。之後佢去到 Esther 嘅屋企作案，並喺第二日自我了結。彈道測試亦都證實咗 Roy 用嚟自殺嘅手槍同之前兩單槍殺案嘅兇手所使用嘅手槍係同一支槍。雖然證實咗 Roy 就係兇手，但係佢嘅動機到底係乜嘢？於是 FBI 對佢進行咗背景調查。Roy 曾經喺有名嘅律師樓執業，亦都擁有工商管理碩士文憑。
雖然佢睇起嚟和藹可親、風度翩翩、口齒伶俐，但係佢嘅內心就非常厭惡女性。佢認為女權主義嘅崛起令到男性無論喺職場上定係社會上都受到壓迫，而呢一切都係錯誤嘅。佢一定要撥亂反正，抗爭到底。所以佢一直以嚟都以反女權主義嘅律師自居。除此之外， FBI 亦都喺 Roy 嘅網頁度揾到咗佢嘅手稿。呢份手稿長達2000幾頁，分為2個部分，一部分係回憶錄，而另一部分就係佢嘅宣言。手稿嘅內容充滿仇視女性嘅言論，用詞亦都非常粗俗。佢喺回憶錄嘅部分寫低咗呢一句說話：致母親，希望佢喺地獄入邊燃燒。佢仲喺手稿上提到，佢真正嘅敵人係嗰啲從佢出世起就毀咗佢嘅人，亦即係嗰啲有住寶石紅嘴唇、笑得非常甜嘅女人。睇起嚟，佢似乎將自己嘅唔如意都怪罪喺女性身上。1999年，Roy 去到俄羅斯做私家偵探。2000年3月，佢同喺當地認識嘅俄羅斯模特兒阿麗娜結婚，並搬返咗美國生活。但係佢哋嘅婚姻只係維持咗短短嘅9個月，雙方都抱怨自己受到對方嘅殘酷對待。之後佢亦都喺回憶錄度將阿麗娜形容為 Poison Dragon。離婚之後， Roy 開始頻繁入稟法庭，提出多項無理嘅訴訟。佢要求酒吧同埋夜店廢除 Ladies Night， 因為呢啲係對女性嘅特別待遇，而男性就遭到剝削。佢亦都因為哥倫比亞大學提供咗一個名為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嘅課程，而將大學告上法庭。對於呢啲無理嘅訴訟，法庭當然係宣布佢敗訴。之後佢仲變得越嚟越暴躁。佢喺接受法國電視台嘅街頭採訪嗰陣，竟然喺鏡頭前面同其他人打交。2018年，Roy 被診斷出患上咗皮膚癌，但係佢並冇因為咁而收斂佢嘅脾氣，積極配合治療，反而仲不斷責罵醫生，繼續四周圍胡言亂語。直到2020年7月，佢積累已久嘅怒氣終於爆發，而且仲一發不可收拾。佢決定要先殺死 Mark， 之後再殺死 Esther。但係點解呢？原來 Roy 曾經係 NCFM 嘅成員。當時 NCFM 向政府提出咗一項訴訟，但係 Roy 並冇被委任成為代表律師。佢因為咁而感到好嬲，甚至仲對組織嘅領導層發出威脅性嘅言論，最終被組織開除。喺之後嘅幾年時間入邊， NCFM 嘅副主席 Mark 喺提倡人人平等嘅觀念上，亦都喺法庭上取得唔錯嘅進展。極度仇視女性嘅 Roy 非常唔滿意 Mark 嘅做法，佢認為 Mark 已經踩過界，侵犯咗佢嘅領地，所以就將佢殺死。至於 Esther， 其實 Roy 一直以嚟都唔中意佢。佢將 Esther 勵志嘅人生故事描述成隨便怪罪一個男人就可以將自己變成超級女孩。Roy 亦都喺手稿上將 Esther 形容成一個懶惰同埋無能嘅拉丁裔法官。事實上 Esther 曾經審理過 Roy 嘅一單訴訟案，案件因為某啲原因而延誤咗審訊，而 Roy 就錯誤地認為 Esther 故意拖延佢嘅案件，導致佢最終因為患癌而被逼退出呢單案。所以 FBI 認為呢個就係佢想要謀殺 Esther 嘅動機。And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allowed this sick and depraved human being to find all 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arget us. Currently, federal judges' address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is readi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In my case, the monster knew where I lived and what church we attended, and had a complete dossier on me and my family.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to stop it, and that is unacceptable.
My son's death cannot be in vain. Let's work collaboratively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safeguard the privacy of federal judges. This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And we can't just sit back and wait for another tragedy to strike. 2020年11月20號 ，New Jersey 州長 Phil Murphy 簽署咗一項名為 Daniels Law 嘅法案。呢項法案禁止所有人喺網上公開所有在任同埋退休嘅法官、檢控官等法律界人士嘅個人資料，包括屋企地址同埋電話號碼等，以防止佢哋同埋佢哋嘅屋企人俾有心人士傷害。呢項法案最終喺國會通過，並喺2023年1月13號正式生效。